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演员郑业成在追逐表演的路上，角色是最好的奖赏。穿越10年时空，在命运的牵引下上演一场双向奔赴，由郑业成、鞠婧祎联袂主演的《满月之下，请相爱》今晚大结局。这部带有一丝科幻色彩的偶像剧开播后就引起一波关注，在 Blinkist 网络剧播放指数排行榜上屡次进入前3甲。奇幻新鲜的强设定，甜度极高的恋爱故事，不落窠臼的男女主人设，种种因素推出满月现象，观众们亦不吝给予好评。郑业成在剧中饰演男主角徐晓东，虽然出场没有带着偶像剧男主常有的霸总光环，但在环环相扣的剧情推进中，一个暖中带甜、稳中带皮的天才程序员顺理成章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三线交织，郑业成以表演细节呈现靠谱型男主。郑业成曾经有过一个称号，半永久古装男神，因为出道几年来，郑业成作品中含骨量比较高。但其实换上现代装的郑业成造型抢眼，自带滤镜，西装带着禁欲感，运动装则透着无限阳光，换上休闲装则妥妥暖男。这套看起来是温文尔雅、阳光积极，但换上另一套造型，气质秒换。在剧中，郑业成有一段很精彩的精分内心戏，作为站在天使对面的魔鬼，这套形象完全颠覆观众想象。当然，造型不过是塑造角色的一方面，在《满月之下，请相爱》这部剧中，郑业成以细腻的表演层层递进，立足人物内核，以事业线、爱情线、成长线3线交替并进，最终呈现出一个立体角色。首先，在事业线上，剧中徐晓东刚出场的时候是个码农，背着双肩包，带着从天而降的小跟班去公司上班。这时的徐晓东低调，看似普通，但总有蛛丝马迹透着不寻常。很快，谜底揭晓。徐晓东看似诡异的行为是搜寻证据，为父亲讨回公道。在这一阶段，郑业成呈现出的则是非常贴近现实生活的形象，初一打开丝毫没有偶像剧男主常见的悬浮感，反而亲切真实的如邻家大哥哥。但紧接着，徐晓东的另一重身份逐渐揭晓，虽然表面上看是一事无成，但实际上是游戏界天花板，活脱脱的业内传说。在专业领域上，电脑一摆，手套一戴，眼神间透着犀利与敏锐，高手的自信不言而喻。其次，在偶像剧中，男主形象的塑造不仅仅依赖于事业线，最重要的还是通过爱情线为观众呈现的更为具体细腻的观感。郑业成的饰演的男主与女主之间原本自带天然关联，两人深度绑定，女主必须紧紧跟随男主。在这样的强设定背景下，徐晓东从惊恐、抗拒、不得不接受，逐渐转变观念，牵挂惦记，不知不觉的动心。在相识到暧昧再到相爱这个过程中，郑业成稳稳地抓住了每个阶段人物的内心，润物细无声地带动观众走入这段爱情之中，随着角色的喜怒哀乐而欢笑、落泪。最后，则是一个影视作品中人物身上最重要的一点，成长线，也就是人物弧光。在郑业成的理解中，徐晓东身上有坚定的信念感，这是最初这个角色打动他的地方，而他也在诠释的过程中把自己对信念感的理解附加到角色身上。按照郑业成的话来说，他希望可以这个角色给观众带来治愈的感觉。他徐晓东经历10年人生变故，进而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，并一往无前的前行。但只有当他有了这些失去和失败的成长，才可以用他的经历去治愈那些面对挫败的人。10年前，青涩但却迷茫；10年后，成熟而又坚定。两重反差，郑业成以表演信念展现演员剧抛脸。在《满月之下，请相爱》是暖中带皮的 IT 大神，而在不久前热播的《玫瑰行者》中，郑业成则是完全是另一副面孔。《玫瑰行者》是一部缉毒大剧，故事并没有用博眼球的套路，而是踏踏实实地讲述了一段警队委派卧底进入贩毒组织，
最终集结各方力量让坏人绳之以法的故事。但在主角人物、剧情节奏上，主创们花费很多心思，以各种小创新一步步勾连，最终让观众欲罢不能。在豆瓣上，这部剧开分 7.6 分，随后口碑走高至 7.7 分。郑业成在剧中饰演的张显赫是一位卧底，然而这位卧底则突破了很多观众对卧底警察的既定印象，刚一出场的标准大反派，他是大毒枭马洪涛的养子，贩毒集团人尽皆知的太子爷，无论是长相还是打扮，走斯文路线，单看形象说是某公司总裁精英也完全不违和。但一出手就立刻不一样了，第3集上来解决掉卧底铁剑，出手毫不留情，杀伐果断，下手狠辣，显然这人的内心藏着野兽，和表面的斯文完全不同。在随后的剧情中，张显赫的行为肆无忌惮，很多事情的处理方法天马行空，看似是一个阴晴不定、喜怒无常、做事全凭心情的 The Joker， 但其实表面始终像蒙着一团纱，谜团不断，模糊不清。然而当故事逐渐展开之后，另一重卧底身份被抽丝剥茧般展开，一下子这个人物的一切反常都找到了答案。塑造如张显赫这样角色的难度，不仅仅在于表面那层邪，也不只是骨子里那层正，而是在举手投足间把角色的2层皮的巧妙结合给展现出来，既不让观众觉得突兀，又会在答案的揭晓一刻恍然大悟。这就需要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拿捏住正邪之间的尺度，还要把那种行走在刀尖的心理外化巧妙地呈现给观众，不能太过，免得让反转显得刻意，也不能太弱，否则会早早暴露答案，失去悬念感。不得不说，经过数部剧的打磨，郑业成在处理角色的时候更娴熟。要知道，在类似《玫瑰行动》这种作品中，最忌讳的就是用力过猛。但郑业成很成熟地用内功去呈现角色的质感，而不是单纯的用细节堆砌展现人物。虽然《玫瑰行动》没有如同期的扫黑风暴那般火爆，但凭借扎实的剧作、上线的表演，这部剧仍然圈了一波粉。郑业成也凭借这部剧再度展现了演技上的更多可能性。剧荒的朋友再去追一遍这部《玫瑰行动》绝对不亏。当然，演张显赫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在采访中，郑业成曾谈到，在摸索角色的初期也曾遇到痛苦的瓶颈，甚至一度自我怀疑。但走过这一段之后，站在瓶颈之上回头看，这种突破的快乐是郑业成在演员这个职业上寻找到的乐趣之一。专注表演，专注作品，是郑业成在成为演员之后下意识的就在努力去做的事情。演员用角色说话，而好的表演和惊艳的角色总会打动观众。作为目前被看好也被期待的演员之一，郑业成接下来还有数部作品待播，其中有古装奇幻剧《镜双城》，郑业成饰演空桑太子真兰；还有一部《祝清好》，这次是武功高强的冷峻侍卫。另外，在线理剧《功勋》中，郑业成在其中的袁隆平的梦单元中客串饰演一个角色。在网上曝光的剧照中，拿着麦穗的郑业成精气神十足，看起来很有故事。正在拍摄的则是改编自同名小说的《一念永恒》。在这部主打个人成长的故事中，郑业成饰演男主角白小纯，从质朴的山村少年成长为热血有担当的有志青年。如今正在爬坡期的郑业成，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剧组里，在角色上。但正如那句，努力的人永远不会被辜负，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演员郑业成。